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谈的老师。大家好，我是律师任占民，用法律守护爱情，让爱永不变质。大家好，我是雷鸣。我一直认为解决夫妻之间的问题，现场早就该有一个专职律师。任律师终于坐在这儿了。所以我们这个爱情婚姻也是要讲理讲法、讲情讲义都有了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激情是爱情的花火，那理解才是爱情的根基。大家好，我是吕阳。幸福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我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曲伟。这官司有输赢，但婚姻里头可没有胜负。好，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两组嘉宾，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小丁，24岁，来自山东；健身教练小王，22岁，来自内蒙古；美甲店店主，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他就是没把我当成女朋友，但凡他心里有我，都不会和其他异性无底线接触。他一直不理解我，从来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过问题。一有矛盾，他没完没了的来怪我。你觉得你们感情会长久吗？我对他的感情已经被他消磨殆尽了。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接受不了了。长不长久不是他说了算吗？他一直各种挑我毛病，我怎么做都不符合他心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呦，这听起来好像男生挺听女生的话，但是呢，再一看内容，这女生又管不住男生是吧？好多行为看不惯。就他不是干健身教练的吗？他异性缘特别好，他很多女性顾客，有什么姐姐，有什么妹妹的，他有女性顾客就得了，他自己没有边界感。他有一个姐姐，每次他业绩不够就给他冲业绩，每个月给他冲业绩。那姐姐在他那冲的业绩已经排到明年了，到现在根本用不完，这个月还过来找他冲业绩。然后突然有一天周六周日给他打电话小丁，我那个行李搬不动，你过来帮我搬一下家呗。人家屁颠屁颠过去帮他搬家去了。我说我美甲店刚开业的时候，我让你过来帮我忙，你说你维护顾客，你过不来，人家客户给他打电话过去帮人帮忙去了。他每次就从来这个节目也是他想来的，就是我日常生活中一直在挑我刺儿，你能明白吗？你先别说挑刺儿这事，先把这事儿说明白了。我干健身教练，他就跟这个销售行业多少沾点关系嘛，对吧？我去帮人搬个家，对吧？就我有点女性客户很正常，就是我就是觉得那个女生对他就是有意思，不然不可能一直在他那冲业绩啊。而且那天晚上那顾客给他打电话说，哎呀，我看你这个月业绩又不够了，要不然咱晚上出去吃个饭呗，正好我给你冲点业绩。完了还带一个闺蜜，俩女一男出去吃饭。我说行，你为了咱俩小家你挣点钱不容易。我说那你去吃饭，我给你打电话呗，我宣示一下主权，你就别挂了，我听你们唠啥大半夜出去吃饭，那我不得听听说啥吗？对呀，人家走之前答应老好了，到地方电话死活不接。为啥不接电话呀？吃饭也是跟这个业绩有关系。就是因为我刚步入这个健身行业不到2年。这个姐呢是我的一个前辈说，哎，小丁，我看你可能缺客户，我这是一个优质客户推给你，你剩下你自己去围。他给我们2个人一起冲业绩，对吧？我们2个原本寻思，哎，这个姐既然给我们补业绩，我们不会扣钱。我说不行，我们请这个姐吃顿饭呢。听懂了，你们2个同行请这个同一个客户吃饭。对，原本是这么说的。结果呢，我那前辈呢10点多人家没下班，人家姐就听说，那这样吧，我正好有一个闺蜜刚回北京，我说这样，我请你们2个吃个饭，正好她原先有运动习惯，我说你看看你给她制定个计划。这都听懂了，那你为啥不接电话？正在聊着这个单的时候突然给我来一电话，我就下意识给扣了嘛。后面呢给我打，然后人家姐说，哎，小丁啊，你女朋友不放心你跟姐姐出来吃饭是吗？就我脸上当时就挂不住了，我本来就在聊正事儿，对吧？而且回去我就跟她说了，她不信。我就感觉那姐老给他花钱就是对他有意思，那我宣示一下主权怎么了？他们俩发的微信内容你之前比如说看过吗？我不怎么看，而且他有个工作号，他那个微信老是发自己摸索腹肌啥的。我看完也迷糊。哎呀，我发这个视频的本意就跟他们用微商一样，就是
私域引流，就是给自己转介绍客户过来。关键问题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获客，你至少选择一个让女朋友能够接受的、理解的方式，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是其一。还有什么让你觉得不愉快的吗？他那个顾客妹妹，哎呀，刚才是姐姐，现在是妹妹呀，头大呀，老有意思了。大半夜10点多刚到家，我说，哎呀，累一天了，终于休息了，回家我现在吃点啥呢？完人转头接个电话跑出去了。我说你干啥去？我拦他，他说，哎，我回来再跟你讲急事儿。我就等他，我等他等到凌晨1点多，我说咋还不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我给打电话又不接了。就联系不着他这个人，一出去死活联系不到他这个人，不知道干啥去了。我去救我一个会员于水火。他凌晨3点多回来，老4号了跟我讲说啊，他顾客妹妹在夜店受着别人骚扰了，完了相信他，给他发的消息，他过去说他是那顾客妹妹男朋友。他说的是事实不？是事实，就是我。那你为啥不提前告诉他一声啊？就是真的就是事发突然，而且我叫了一朋友跟我一块去的。而且我能主动说出来这事儿，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人。不是，人家那个客户小姑娘没朋友了，非把自己健身教练叫去啊。那小姑娘，哎，在这块生活这么长时间，就没有其他异性朋友，就盯着她这个健身教练了。刚办卡没几个月，哭半夜给人叫走当男朋友去了。她一个劲跟我说什么那小姑娘老单纯了，怎么样，不能。然后结果人家小姑娘来我店里面做美甲，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是这小姑娘。来我店里做美甲，我怎知道的呢？我员工给她做指甲，她一个劲挑刺儿，她鸡蛋里面找骨头。完后面我员工说，哎呀姐，她又来了，我不想给她做指甲了。我说那我来吧，我给她做指甲，上来第一句话问我，你是小丁女朋友吗？那个他上马过来当我男朋友了，我挺喜欢他的，反正人家没结婚。嚯，我们公平竞争嘛，光明正大来我店里面宣示主权了，我能不生气吗？确实，我也不知道他能干出这事儿来，就是女大学生，我看着就跟小孩一样。你知道他喜欢你吗？我当时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我把这个会员转出去了，我不挣他钱了。那小姑娘不来我店里面闹这一出，我跟那小姑娘吵吵起来，我员工看我笑话，他能把课转出去吗？那你咋把这姑娘还弄到你女朋友的美甲店里去了？他怎么知道美甲店地址？他纯心机，他每次说给我介绍顾客过来。不是我怎么又心机了？哎，你每次给我介绍顾客过来，都不是你暧昧对象吗？要不然就是啊，这个对你有意思，那个对你有意思，过来介绍我店里面给我找麻烦来了。哎，你有想过哈，你男朋友咋就那么招这些姐姐妹妹的喜欢呀？我感觉他就是跟异性没有边界感，就唠着唠着就什么都想唠，唠着唠着就来感情了呗。人家肯定就觉得啊，他可能就是也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心思，那我就往上来点呗。就我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表明了，甚至我怎么会把他们介绍到我女朋友店里面？那姐也是说，我看你这个手上美甲这档次挺高端，我说我这个我对象他美甲店这水平不次于那种北京的1000元级别美甲店做出来的，我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对他有想法的姐姐又介绍我店里来了，你说我怎么办？我只能替他解决这些事儿了。跟着你的那些会员练的都怎么样啊？我敢打保票啊，就不管是男性和女性，就练的就是可能在1个季度之内的，它的变化特别显著。听明白了啊，这个美甲店现在生意怎么样啊？美甲店最近生意被他搞的呀，我都老闹挺了。他咋了？他不是说给我介绍顾客吗？完结果转头有一天，那天周六周日嘛，顾客人多，他过来找我，完了看着我那顾客，上去就跟人家说，哎呀姐姐，我觉得你这个身材吧，可以健身锻炼会更好。追着我顾客屁股后面问，多亏是我老顾客，我现在都被他给介绍的害怕了。后面我跟他说这个事儿了，人二话不说，自拿自己那个露半身的那个腹肌照片上我那个店里面贴海报，那么大一张海报贴店里面了，说什么啊那个1对1私教课包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和我合伙人一进店一打开门，我俩都傻眼了。我合伙人还跟我开玩笑说，涵涵你对象挺心机啊，翘小脚都翘到咱店里了，你贴广告你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呀，不是他添油加醋，就我的本意从来不是他说的那种。他贴海报可是没跟我讲，默默贴上了。这店是我俩合伙开的吧？你不跟我讲一声，你跟我合伙人讲一声啊，问问人家意愿啊，人家也掏钱了，之前没打招呼是吧？对呀，任律师，你说他提前没打招呼，我合伙人管他要广告费，不应该的吗？他出了70%，他占大股啊，任律啊，我这个东西我不太懂啊，他算个体工商户吧，也不是什么股东那种什么东西。你说大头，你一句话说了算，你让我贴了呗。任律，你可要搞清楚，他根本就没跟我说，他都没跟我讲。
直接贴那块儿，后人就过来找那我我跟你说，你能让吗？教练，你不管人家的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合伙企业，还是有限公司、股份公司，你把海报贴到人家店里面，你肯定经过人家同意的。听着了吗？听着了吗？哎，涵涵，除此之外，你是不是特喜欢你这男朋友呀？主要是我就是没有谈过这么长时间恋爱嘛，因为我俩谈了1年多了，而且我们就是都互相见过对方父母啊，就两方父母都没有碰面，但是我们单独见过对方父母，然后都特别满意，都特别开心，而且你父母满意他啥？觉得他能带我，就是因为他是健身的嘛，他能带我就是锻炼锻炼，因为我从小就比较懒，主要是我见他爸妈的时候，他爸妈不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父母就想让他考个公考个编，看出来他不想了，我说你。就确实就是他不太想，他挺喜欢健身，而且他现在在健身这行业做的也挺好的，每个月收入也还行。我说实在不行让他试试，我好说歹说给劝劝，人妈妈跟我讲说实在不行我们出钱让他在青岛这边开个健身房。我说那也行，我回去跟他讲讲。然后他这边就不乐意了，我说啥他就非得跟我反着来。其实一开始想过这个听爸妈的劝，对吧？回山东考公考编嘛。对吧？确实稳定，因为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干不了多久，但是我也刚毕业嘛，就是我刚步入这个行业，1年能挣快20来个，对于我来说我就很知足了。而且我觉得就是通过我的努力，我可以自己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所以你的职业规划是目前打算在北京？对，就我还是打算想在北京这个地方。那将来呢？回老家吗？对我来说，我可能需要挣够我这个本金，我再回去自己开一个店。对，我自己开。多少就是挣够的本金，或者有几年能挣够这个本金？5年。不想花父母的，那我们就当借的，到时候赚了还。而且我说我北京店都不要了，我直接就是给我合伙人了，我再陪你去青岛再开一个。而且人妈妈也跟我讲了，哎呀，涵涵你俩快毕业也出1年多了，再过个1年2年，你俩也该结婚了，不应该考虑考虑稳定啥的吗？而且他这个工作根本不稳定。你说每个月有的时候业绩好，有姐姐给他冲业绩，有的时候那姐姐不在，不给他冲业绩，他根本不稳定，他这个工作。行，这个看来对未来的这个规划，两个人想法也不太一样。那我问问小丁，你这女朋友你还喜欢她吗？喜欢啊。喜欢她啥呀？喜欢我给她解决那些屁股后面的麻烦事儿。啥麻烦事儿？她那些姐姐妹妹都得我来解决。解决啥？听不懂哎。就像那个妹妹，觉得就是那妹妹觉得她是她男朋友了，后面跟我说啊解决不了了，完了之后又我来解决。我是正牌女友，我又生气，完他又跟我说啊，我一开始不是这么想的。哎，你觉得你男朋友还喜欢你吗？我觉得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他心里面但凡有我，他就不会跟其他异性搞成这样。你心里还有他吗？有啊，肯定有啊。怎么证明你心里还有他呀？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证明，但其实平常对他还是很照顾，就是细节。细枝末微的，就是都是在照顾他的。照顾他啥了？就比如说他的这吃饭啊，对吧？出行啊，对吧？还有他一天的安排，比如说他休息啊，都是我来安排去给他准备。这个你做健身教练啊，其实我觉得你女朋友啊，比较客观说哈，有练习的空间。你咋的给那么多姐姐妹妹锻炼身体，给他们更好的身材，没有让她变得更好一点呢？我老来气了。我跟他处对象之前，我120斤。我跟他处对象1年多，我胖了40多斤。他健完身，他要吃宵夜，他吃完他自己锻炼消化了。我本来就懒得动，而且我一开始就没有吃宵夜这个习惯，他天天拉着我吃，天天拉着我吃。你俩除了这些工作上、健身上，你们还有其他共同的生活、娱乐呀什么的，能够放松一下，别想工作事儿，别想什么姐姐妹妹的事儿，有吗？有，我们一般就是工作完喜欢打游戏嘛。我认为跟对象出去打游戏，最重要的是心情，开心就好。不要在意输赢，一打游戏他就骂我菜，一打游戏他就骂我菜，后面干脆不带我打了，跟兄弟包宿去了，完天天不回家。老师，你说我咋办？哎呀，咋办呀？不知道咋办啊，反正听得特别闹腾啊。说说你俩的诉求吧，这么多不和谐的这个音符。我其实就想解决一下他跟异性关系这个没有边界感。如果解决不了呢？解决不了的话，我感觉没必要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可以做出让步吗？退步？回青岛啊？也可以。哎呀，行吧。那你们这一对是夫妻还是情侣？情侣，也是情侣。你有什么观点？感觉他俩处挺累的，但这老妹儿能挺喜欢他。但我想跟这姑娘说，以我过来人的角度，建议你这莺莺燕燕一定得掐住了。
这个掐不住的话就不要了。来听听我们导师的建议啊。丁教练，我感觉是这样，那不但有优越感，而且你还很享受这个过程。你在一些关键事实方面，你含糊其辞，解释无力，反正没有取得我的信任。就是现在丁教练现场的状态，我认为他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的。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在北京这边肯定是改变不了了，所以我想给他一回机会。我说实在不行就听父母的，回青岛开个健身房。这就是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你就是换一个空间，换一个地点，他还会有新的会员，女性会员。所以我就想，如果他回青岛还不改变的话，我就跟他说再见了，我就感觉没必要了。第三点是这样的，你就是再忙，你不管是和客户也好，我们都有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呀，都有自己的客户呀，都有自己的领导和同事呀，但是这个不影响接电话。你说那些理由，说实话，我是根本不信。我不相信，就说你和一个客户当着客户的面，去接你女朋友的电话，他会认为没有面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客户宁愿不要呀，我得选择女朋友呀。我不希望这样的客户存在，制造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呀。你包括你和那妹妹也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凌晨3点出去给一个妹妹当这个男朋友，我女朋友不舒服的话，我会宁愿不去。你看你在台上，你根本说不清。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给机会，但是说实话，我信心不足。我们有一个词叫钟情妄想。什么叫钟情妄想呢？就是一个人，我甚至没有见过对方，我就看着他的照片，我就能假想这个人爱我，但是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不正常，是妄想。那什么叫正常呢？他一定给了我什么暗示，我跟他应该有机会，我甚至跑到他女朋友店里，是咱俩公平竞争吧。我要完全没理由我干出这事儿，是我不正常。你认为他所有的姐姐妹妹都不正常吗？也不是所有吧，就有那么几个。我对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是因为就我无意中提起一个小事儿，他转头就带我去，就这么一个小事儿，他都记得。涵涵，你理解刚才我在说什么了吗？我理解。如果他们的思维是正常的，我胆敢登堂入室去跟你示威，一定有逻辑原因。我问一下啊，丁教练，你是不是觉得，就是你周围那些女性客户，他们的逻辑判断有问题？他们纷纷判断你绝无可能，然后他们削尖了脑袋追着你，哭着喊着不行，我得跟你的女朋友去较劲。这个具体原因确实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没有责任，我不知道，对吧？他们就那么想不开，我有什么办法？我知道你都不喜欢，忍不忍啊？我就是无辜的。不，你会忍的，你会忍的。你已经主动替他跟他妈妈周旋了，你会忍的。你已经打算付出自己事业上的所有的努力和积累，你打算跟着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从零开始。他们表达明确了，我不愿意去，你还主动贴上去，求求你去吧，去吧，我们快去吧，这就是你的状态。刚才小金一直在跟雷老师就顶着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才更可怕呢。你无意识的去做出很多行为，让女性对你产生误会，这不更可怕吗？你人格特质就是招蜂引蝶呀，谁敢跟你在一起啊？你刚才言之凿凿的说，我可能未来5年吧会稳定下来，也会考虑什么婚姻家庭，就最终你还是希望有归宿的一个人，是吧？对。你要说我终身驰骋在旷野上啊，到处都是花儿鸟儿，那你随意，那是你的人生。首先你心性在这种没有边界的交流中，慢慢就变得非常的没有边界了。我还是建议男生啊，就是我们工作获益的方式有很多种，选择我们干这行用技术获益，而不是用我们的情感所谓的贴心啊或者是柔情啊去获益，因为那不能长久。真正让我们在专业领域立于不败的一定是我们的专业技能。你收心啊，告别一下你不太好的或者是不太能够长久让你维持你的生意的你的事业的这种行为模式啊。虽然我不懂职业规划，但我觉得你的方式不对。涵涵，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其实你是个挺不错的女孩子，才22岁，自己到北京闯荡，自己创业，开一个小店，对吧？能撑起一方天地，你是内心有力量的姑娘。但你把这个力量用来帮他挡莺莺燕燕，你真是劲儿太多了，没地儿使你。
我们择一良人，他也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但至少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去谈恋爱的时候，他不具备成为你这样一个很认真，她是个很认真的姑娘，很认真、很专情、很努力的姑娘的伴侣，你驾驭不了，你也承受不了，也没必要承受，你就不能找这种类型的，你完全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他，无法共情，只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最重要一点，他也没有那么喜欢你，他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但凡你在他身边的价值超越了你现在更多一些，他觉得那我算算账，外边的姐姐妹妹不如我女朋友值钱，不如我女朋友珍贵，那咱收收心吧。你也没这分量，一他没那么爱你，二你所爱非你此刻的良人，所以告别一段让自己消耗的关系，我觉得是明智的选择。我不知道这场上会不会我是唯一一个会相信你的人啊，小丁。我觉得你嘴太笨了，我帮你说两句。我觉得他真的不是在养鱼，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去增加客户粘性。这个我相信，但是方式我不接受。我不接受他的方式。但是这个当中呢，可能会因为我们刚才一直都纠结在边界感这3个字上嘛，我觉得从涵涵的这个角度，你认为他是在有意的模糊掉这个边界感，但我怎么感觉他脑海当中压根儿就没有边界感这3个字。所以我其实挺想问一下小丁的，你爸爸妈妈当中是不是有至少有那么一个人是社交达人呀？2个人都差不多都是社交达人吧？因为我们通常觉得没有边界感的人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背后的那个家庭里可能就有没有边界感的这种习惯。所以涵涵你刚才提到了说我跟你回青岛，我告诉你真回青岛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可能会遇到了一个不停介入到你个人生活当中的婆婆和公公，因为他们不觉得这叫打扰，不觉得这是规划，他们习惯了，他们觉得这是亲密，我把你当朋友，我把你当家人，我才这么对你，他就这样。所以你看他刚才他努力的表达，其实他什么都表达不出来，因为他骨子里是认同他的这种方法的。那小丁，我要告诉你啊，你得学会拒绝，你要的尊重就是他学会拒绝。对，但是你这个拒绝对你来说太难开口了，因为你爸你妈可能都没这么教过你，觉得人家但凡能找得上你，你尽己所能就得帮这个忙，就是太热心了，太习惯了，没有边界感，不仅是跟家人没有边界感，跟别人的相处可能也没边界感，并且乐在其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身边朋友嘛，他们就老跟我说男人爱一个人就是钱在哪儿他就爱哪儿，就是他所有赚的钱都是就是在我这边，他也就留一个生活费啥的。包括就是因为我见过他父母嘛，他爸妈是经历了7、8年的爱情长跑然后结了婚，所以说我就感觉他父母觉得你也专一的一个人。不是，我觉得他父母就是都很专一。我就觉得就是教出来孩子专一和边界感模糊，这个根本就是2个概念，就没人说他们2个人在边界感上没冲突，你俩有冲突，而且钱在哪儿，爱就在哪儿。你不要用这种只言片语、碎片化的东西去指导你的人生，指导你的爱情观，最怕这个东西了。你得知道前因，你也得知道后果。健身多久了？大概2、3。
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江，37岁，来自黑龙江；个体小云，39岁，来自河北，自由职业。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我之前离异受过伤，他想跟我闪婚，他说先结婚再培养感情。我本来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感觉自己又要进入另一个坑里了。他老忘不了他上段婚姻，我帮他赶紧走入下一段婚姻，我为他好，我有什么错啊？你接受不了对方哪些缺点？他经济上不让我管，还给我提供不了情绪价值，而且他的心理年龄上就像个20岁的毛头小子，我没办法陪着他成长。我天天阳光开朗，他一身负能量，还特别双标，总跟我没事找事儿。哎呀，这俩人彼此都是对对方的不满哈。我最听不明白第一点就是，这咋还你着急跟他闪婚，要给他疗伤啊？也不是闪婚，就毕竟年龄在这上嘛。3个月还不叫闪婚，先后恋爱不一样吗？你们俩才在一起好了3个月。我们俩刚开始的时候，好到3个月的时候，他就要跟我闪婚然后这相处这1年当中，不光这一件事，还有好多事儿呢。这次来这儿也是我要来的。不是，那啥叫这个？什么叫先结婚后培养感情啊？这是男方说出来的哈。对，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是过来人，我经历过一段，我知道这个进入婚姻之后，他就不可能培养出感情来，他只能消耗以前的感情。所以我们我这不没经历过吗？就你经历过，我们必须。那你听我的了吗？先谈恋爱有啥区别吗？他现在就总是呛着我说话，所以我就说，我说分了算了，我们就不要再处了，还有什么可处的呀？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就没想着跟我好好过。然后我来这儿也是想各位老师来听一听我们这个相处1年的时间的这些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我的问题？行，咱一点点说起来哈。先冒昧问一下，您离婚多久了？我离婚到现在有4年了吧？离婚有3年的时候遇到了他，我那个时候也不想老活在过去嘛，就想着也是开展一段感情，往下走一步吧。然后就去相亲，这不就认识他了吗？他当时给我的感觉特别好，看着特别老实、单纯，然后对我呢，可以说那个时候就属于挺会哄的，也百依百顺的。然后我也有点恋爱脑上头吧，我们俩就相处了。然后相处之后的话，这个问题就频繁出现。第一次出现问题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情况？最先的不就是这个闪婚问题吗？我呢，因为上一段感情的时候有过2个孩子，原因是因为生2胎的时候是个早产，2斤多重出生的时候，就算保温箱里边出了院了也才4斤重，所以我就照顾的比较细致。那个时候对于我前夫就有点疏忽，他就出轨了，我就那时候就终日的就以泪洗面，反正我这段婚姻肯定走不下去了，就分开了。然后我被诊断出来有点轻微的抑郁，所以当他刚刚开始跟我提出这个要闪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特别接受不了。你认识他的时候，从那段婚姻当中走出来了吗？有一点情绪上的问题吧，就是一想起以前的事情来，还是会激动的这种。后来在我的逼问之下，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想在他38岁之前让他结婚，然后会给他70万。我一听，我这不就又来气了吗？这不是拿我当工具人吗？为了给他，因为他那会儿结婚那会儿吧，他那个好多东西没享受到，50万买房子，20万给他当彩礼。哦，这样哈。最高他说那50万买房的时候，为什么是我掏50万，他掏50万呢？他说将来的时候好分。不是，那不得提前想到吗？你看我问你，有什么毛病吗？不是，先生，你娶一个人是因为你爸你妈能给你70万吗？应该不是吧？就是认定了，要不能提结婚呢。你认定他啥了？都挺好的，性格啥的，还有这性格上来，好，长得像贾玲。不是，你是因为喜欢贾玲老师，然后把她当了一个参照物？也不是，但是也差不多。就不高兴的时候，一看她笑，就感觉啥烦恼都忘了。就还是主要因为喜欢。但这个先结婚后恋爱这个事情，在我这儿我就过不了那个坎儿。你俩不是谈了3月恋爱了吗？对，也是谈3月了的。他说快。在我看来，这3个月有点太短了。人家来我们这儿，大部分都是因为谈了好长时间不结婚，这要闹分手。不结婚，你们俩因为结婚太快。我这着急结婚还成错了。着急结婚还不好说对错啊，咱得一点点聊。那既然谈到结婚了，双方父母都应该见过了是吧？我去见过他父母了。你父母什么意见呀？对这个女生？他父母倒是还挺喜欢我的，人家父母也说了，不逼着我们结婚，也不逼着我们要孩子。他父母挺开明的，说看着我挺靠谱，说他之前谈过5个女朋友呢，都没有我靠谱。那是带回家的5个，
对，是，然后但是只对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他花钱大手大脚的，其实平时摆夜市也挺辛苦的，一个月能挣1到2万块钱呢，但就是剩不下钱，有的时候还欠饥荒，跟他父母要钱。我也给我父母花吗？挣钱呢？那我平常花多了要点钱，这也不犯毛病。反正他到现在就1分钱没剩下。然后他父母就跟我说管着点他，因为他和他前女友贷了30万去开了个母婴店，然后他就给人家还着贷款，最主要现在分开了还给人还着呢，每个月还4000块钱。我就觉得你在养着他呢。现在他困难，我帮他还怎么了？他困难他自己不会想办法，用你给他想办法呀。不是，这店到底是谁开的？女朋友开的还是你俩一起开的？就我俩一起开的。但是他女朋友贷的钱。赚的钱有你的吗？这不就是赚的钱1分钱没看着？也没太赚钱。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行，咱们私下去找你前女友去聊聊，看能不能写个协议啥的。你非参与这事干啥呀？就不让去谈这个事情，然后就给我惹急眼了。我说那我就起诉他，然后他就来一句你没资格起诉。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说这个事儿了，因为他妈妈让我管的嘛。他妈妈就跟我说，他要说你没资格，那就我看我有没有资格，我去起诉去。然后刚好今天我也想问问任律师。就是他父母起诉的话，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他父母也没权利起诉啊。他父母呀，不是开那个店的当事人，那当事人只有2个，一个是他，一个他和他前女友。所以你看，你就不聪明，女士。你要嫁他，跟他谈条件1、2、3，这是一件事儿。是这个。还有什么事儿？他花钱往大手大脚，他跟他就是狐朋狗友们。我那朋友叫狐朋狗友啊。就是狐朋狗友，就出去吃个饭，然后交朋不出去吃喝都是他请客。然后最主要，人家在桌上一提说，哎，我买辆车差个2万块钱，他叭就给人转过去，就像个大冤种一样。什么叫冤种啊？你会说话？最主要他不是这一个啊，他有好多，然后都借出去大概有10来万。那天我俩轻微算了算，就你们相处这1年的过程，他就借给别人10来万。对，这1年和你女朋友谈恋爱，借给别人10万，请问你给你女朋友花了多少钱？我也给他花钱，那不耽误。不耽误呀，也就是吃个饭啥的，有的时候会浪漫一下，就是吃个西餐啥的，别的没啥。买衣服啥不买吗？不也买吗？啊，就你看他大方，咱不能昧良心说话行不？大部分也都是我自己买。那你在女朋友身上就共同消费1年多少钱？1年呐？啊，1年怎么也有几万块钱了？哪有那么多？我觉得没有，在朋友身上花出去的可比我的多了。那他存钱吗？他不存，他哪有？这个我就跟他妈商量嘛，我说这个你看他这花钱都花出一时半会儿他也改不了，我说要不然给他设立一个账户，就定期的往里边存个5000块钱，也不多吧。从我俩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吧，那个账户里边就5000块钱趴着，后边再也没有钱进去过了。哎，你自己有工作？我得有钱存呐，不用了吗？花了吗？都借了吗？我还不知道存钱好吗？哎，女生你自己有工作吗？我自己不太稳定，就是瑜伽老师，有的时候会出去带个课，但是不稳定。那你这收入生活来源靠什么呢？这个说到就是有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就是我跟我前夫我们共同创业一个2手房公司。当时注册这公司的时候，是我考了一个全国经纪人证，在这个公司里边一直在用着。然后分开的时候呢，市场不太好了，他说这个店就他留着做了，因为我后来在家带孩子，我确实也没有再出来做过了。但是证呢，他就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固定的。就算是租了，你为啥非得要他那2000块钱呢？这你不愿意是吧，先生？你不愿意他前夫那样？对，他就是忘不了他上段婚姻，我觉得他还觉得我前夫养着我一样。哎，其实我在我前夫那儿本来就损失了很多利益，他欠我的呀。不是男朋友，那你每个月给你女朋友发工资呗？也不是发工资，但是我觉得你一个男的，你说让女朋友让他前夫养的，那人家没有固定收入，你给补贴了吗？你前女友每个月的钱你还帮她还呢？真是！你从你和前女友那段感情里走出来了吗？走出来了，你还给你前女友钱？我觉得是两码事。那他那儿收2000块钱，怎么他就没走出来呀？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儿，他还跑到我前夫那个店里边去闹了，就因为我不去要，他就跟我前夫去说，我们真的离婚有3年多的时间吧，到现在也就快4年了，我从来没跟他联系过，但就因为他去闹，人家给我打一电话，说你找了个什么二愣子呀？啊，你这品味现在也越来越低了啊！他跑过来质问我，要不然把店给你，要不然咱俩复合。他凭什么？那我不为你好吗？去找他呀！我当时一听，我这是浑身就难受的要命，我就一句话都跟他说不上了。你就把那事儿上哪儿不都能挣钱吗？你说他做这事儿哪像37岁人做出，这不就是一20多岁毛头小子做的吗？而且他就往外撒钱，就像那个地主家傻儿子一样。说谁呢？你这在这？就反正就是他妈也管不了他那钱，我也管不了他。
哎呀，行，这你们俩这一年就这么过日子，每天锵，也不呛，你平常也不呛呢。啊，他意识不到，其实他老这么炮轰我。不，你这炮仗也挺大，人家都不小啊。除过我们这个钱呀啊等等这些事儿，你们俩自己的感情的交流，感情的培养，这一年怎么样？因为我是因为感情问题。然后跟前夫分开的，所以我对于这个异性关系确实一直都比较的在意，所以我也经常旁敲侧击的就问他啊，然后问他身边有没有异性朋友这些，他跟我挺老实的交代说他没有，然后我们有时候出去玩什么的，我确实也能感受到啊，他身边没有异性朋友，但是他也跟我交代，他说他在网络游戏里边，他有一个玩的特别好的一个女网友，挺长时间了。天天以老公老婆的相称，在我看来，这个他就是情侣关系，然后他还都已经给人家那个女网友花了7、8万了，就是给女网友累计下来，我是那游戏里花的，反正就是累计下来一共7、8万了。然后人家生日他都记着，999朵玫瑰给人家送着，是那个游戏里的玫瑰，那也是一种爱情的象征。在我俩连微信啥都没有，只在游戏里，只限于游戏说话。那个游戏的7、8万是人民币7、8万，对。就玩游戏花的，就是因为我也不玩，反正这都是他跟我说的。游戏玩很多年了，这最后怎么解决的呀？这问题我给他删过一次。这游戏这事我前女友都知道，就到你这怎么过不去事儿这么多？因为我就是因为这个受的伤，我不是你怼他呀？你前女友知道不阻止，你找你前女友去，你找我干啥？真的是，不是你删了，你也是不尊重我呀？他删了，他现在还想着他前女友的事儿呢。不是我给他删了。那女友删不删无所谓，但我那游戏玩那么长时间，我删完了以后，你说我他要偷摸下回来了。游戏上的老婆删了吗？没删，但也不联系了。但我那游戏没删，主要是。那你对你的想成为你爱人的这个女性啊，这个女人，你满意不？挺满意的。他现在说满意，他特别双标，他自己的这个男女问题，他自己的这个男女问题没解释清楚吧？他还说过我。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抑郁的时候，我就好写个网文啥的，写个文字啥的，能输出。然后呢，写的水平也一般，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所以呢，我在网上面就有一个山东的老师，我都不知道人家长什么样子啊，就相当于一个引路人，就是每次我写完那一点东西，我就会给他看一看，然后给我点评，我再发到网上去。所以呢，我就跟他交流就比较频繁，就这个他就不行了。他就说他说我精神出轨，那你这不叫双标吗？我这游戏女朋友不行，你这天天这个笔友就可以。他笔友管人家叫老公了吗？我那应该是没有。过生日送999朵玫瑰，那他这个也不太正常啊，他这属于精神出轨。我们连一支笔一个纸的交情都没有，我可不记着人家生日。那有了吗？他就非得让我删了。然后还说你网文也不要写了。其实这个在我最黑暗的时候，这个就像我的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个抒发，一个情绪的出口。所以他要让我放弃这个的话，我其实是有一点点难的。哎，你现在情绪的出口不应该是你的现任男朋友吗？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两个能好，然后还能现在走1年多，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给我带来过美好。但是他现在不是这样了，他现在就是我说的任何一句话，他都要怼回来，然后经常性的。那你说的不对，我还不能说了。他还打压我，他有的我就不吱声，天天跟你在一起。他有的时候对，就像这样子，总是呛来呛去的。他打压你啥了？女人其实都是听觉动物，她如果说点好听的，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过去。就我就是喜欢宅在家里，不喜欢出去。他就说我像缩头乌龟一样。每天就都知道在那里躺平，我那只是我的一种很舒服的方式。就哪怕有的时候我刷剧，他过来他都会说脑残才看这个东西呢。然后之前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面，我们俩因为什么吵架我忘记了，但是他就当着很多人的面，他就说我你们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走得特别快，我就不想理他，然后我就自己先冷静下来之后，我再去跟他交流。然后因为他练过摊儿哈，他嗓门也大。他就在那整个小区里面去喊我的名字，然后还说了一些特别难听的话。我叫你啊！我说，他指责我，你上一段婚姻失败，一定就是因为你这么作的。你现在还不知道珍惜我，你就这么作吧。在小区里啊，喊着你的名儿啊，使劲喊，我这嗓门就大，但我就随口一说，让他给我开门嘛，他给我锁外面了。
本来我现在其实就是有点社恐的。这事儿我给他赔礼道歉了，确实我不对。这不是赔礼道歉的事儿，这个他有的时候我这个过不去。我现在如果看到邻居们在一起聊天，我都觉得是在议论我。有可能。对，我真的是这种感觉。他找那男的在门口骂人，你得走出去。这有啥可害怕？大大方方说呗，怕啥的呢？本来我是想治愈的，我是想从以前那个情绪里面走出来的。然后他一个劲儿的把我推向以前那个，他说你去面对，你去面对。我本身我就面对不了，我连普通的人现在我都不想在人群里边，我都觉得打交道特别累。他现在打压我成这个样子，我都想逃离他了。上一段婚姻给你后来带来的这个影响或者状态是抑郁哈？对，这段感情给你带来的是。现在也有一点，就是那个抑郁感又回来了。我觉得你现在是焦虑、躁狂，对，有一点。反正有的时候我也会失眠，会急躁。就是我本来已经在调和自己，不让自己急躁了。就是那3年的时间，我已经在练瑜伽也好，还是怎么着，写文章也好，我已经让自己安静下来了。但是因为他的出现，就是现在我都有一点莫名的就会想哭。所以你们的状态，一是感情上我们要去想想何去何从，二真的要从我们的心理健康上也要考虑一下。怎么调整？我们看看这对小情侣，你们听完他们的有什么感受啊？就是姐姐，我觉得你心里最重要，你不要就是让任何事情就是去打扰你内心，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好的把自己拽出来了，你就千万不要让自己陷下去。无论什么事情，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地方。大哥，我能明白你对你兄弟花那些钱是什么意思，仗义嘛，对吧？但是还是要把你未来老婆放在首位。来听听我们老师们的建议啊。现在结婚肯定不合适，你们还需要再接触一段时间。第一，你们现在双方呀，都得和各自的过去说拜拜，划清界限，这是前提。男士这边前女友还有那个游戏中的女友，不要有经济往来。这个我明白。第二个，女士是这样的，原来你的创业的那个店还在吗？你的在呢，他在你的资质现在还在用是吧？对，我觉得男士说的也对，一个2000块钱何必呢？干脆别要了，你别因为这2000块钱影响你们这段感情。这些事情和你们将来比起来小事。第二个，我感觉男士这样，你这个不懂得如何持家和顾家。虽然你也能挣钱，但是你存不下钱。对，我存不下钱。你存不下钱，这个女士呢，她就没有安全感啊。你得调整一下，如何理财，把这个钱规划好。女士，你一上台，其实你的整个状态是焦躁的，很不稳定，你发现没有？我觉得目前这女士的决策是对的，等一等，别那么着急。还有一点，女士，我觉得你做的有一点欠妥，就是你不能把人家游戏删了，这是她的一个爱好，这也是人家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干扰人家笔友，你跟人家笔友一样的，你反对人家删你的游戏，你就不能说让人家和笔友断了联系啊。事件不同，性质是一样的。是，就是你跟那个涵涵有一点特别像，你跑不了。涵涵是不断的自我催眠，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听听。他借给他那些朋友那10好几万，你着急吗？我只是想让他存住这笔钱。咱们先说这钱关你什么事儿？那是他婚前个人财产，你是有多想要这10几万啊？你才着急，你为什么不去要？我替你去要，关你什么事儿啊？我都说过了，可以不用写我的名字，如果你要怕我花的话。你在设想什么？你在设想什么写你的名？所以你已经全部在假想我们结了婚以后怎么着？你一切问题的处理都以我要跟他结婚为出发点。我问一下，你们恋爱1年了，你管住他什么了？他妈妈说让你替他管他，他妈妈37年都没把他管成一乖孩子。他妈妈说你替我管他吧，你真管啊？1年你管住什么了？是他什么都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所以你管得住吗？管不住。他妈妈说你替我管他吧，这顶高帽你戴吗？我现在不戴了。好嘞，我再问你一下，他跟他前女友到底是一起合伙贷的款，还是他前女友个人贷的款？他仗义上赶着还，你弄明白了吗？我都是听他说的。他还要还多久你知道吗？他要还多少你知道吗？一个人婚前借贷关系不明，你敢加？是，都是无底洞。但是你跑不了，你所有的出发点，你所有情绪的出发点都是我将来要嫁给他。我其实确实挺想进入下一段感情的，要不是现在把我的情绪整成这个样子，我也没想跟他分。这就是你管他的结果。但是现在我想跟他分了。你管他的结果不是他听话了，你管他的结果是你越来越崩溃了。我现在醒了。不是，我都其实深深的怀疑你喜欢他吗？喜欢呢。
喜欢他又不愿意让他管你，又不愿意听从他对你们生活的安排，甚至说你们共同存点钱，你都不愿意。其实他说那些东西我都能改，但是你要说钱这方面，我确实这个从小就花钱，可能也是习惯了。我感觉一时半会儿改不太过来。其实你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是个纸老虎。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继续我行我素，继续过自己38年以来习惯的方式。你知道，这是其他年轻漂亮的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不会纵容你的地方。你喜欢他的就是这个，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有他的优点，他在情感关系中相对是单纯的。是我一开始也是看上他单纯。对呀，咱不能既要又要啊。那这样一个单纯的、简单的，对于你曾经有一段那么伤心的过往，到现在还没走出来，你又有这样抑郁的情绪，甚至需要通过笔友来疗愈自己，你认为所有男的都能接受？你也知道，这个男人走到你身边愿意娶你，也值得珍惜，对不对？否则你纠结啥呢？人家没有孩子，清清爽爽、单单纯纯，愿意陪你一起疗愈，这不就是你喜欢他的地方吗？你也敞开一些心扉，不是所有男人最后给你带来都是伤害，你也敞开心扉去接纳一段感情，你也投入一段真正的感情去好好的包容他，因为他没结过婚啊，他相对比你来说在情感关系上是单纯的，在家庭责任和家庭角色上是没有你这样过往的经历的，给彼此一些空间，共同往前走。我还真挺希望有一天你们走进婚姻。那我能咨询任律师了吗？啊，咨询。任律师，我有一前女友，我前女友啊，当年在外头欠了一笔钱，不是我贷的款啊，是用她的名字贷的款，但是我给她担保了，是不是她贷多少，我就得还多少，如果她不还的话。对，你的担保责任就是这样的。对，但是真的是以她的名义借贷。对，你是担保人，但是我担保。你只要在担保期限内，那你肯定要履行担保。你担保了没有？我没担保。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雷老师说的特别好。第一个，你提前女还钱还到什么时候，要还多少，这个必须弄清楚。我告诉他了10几万，就是不是我借的，是我那个之前的女朋友。你下次带着女士和你前女友一起把这事了了呗。那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既然你要走入新的婚姻和新的感情在一起，必须断，凭什么给他一直还呀？我们听着都不愿意。你仗义是你的事儿，你俩共同生活，钱是你们俩的事儿，断了能不能断？能不能不替他还了？可以不还了。啊，听着了吧？我们帮你落实这事儿啊。我看到了2个特别具象化的行
并不适合在一起。你们俩特别相似，在现实当中都有一个坑，还没有去填上；在梦里都有一个人，还没有破灭。男士前女友那个坑没有填上，里头说不清是法律关系还是感情关系没断。女士前任那个证儿不是那边必须的，我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只要那中介机构它有一定数量的资格证，它就可以，它不是必须要你这个，你完全可以拿回来。但这个坑不填，你们俩都有现实和精神上的坑都需要去补，补完了才能进入到感情。那你们俩肯定不合适啊！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你明明那会儿怕面对，他还非得让你去面对，不仅让你去面对，还给你制造更多的障碍让你去面对。他懂你吗？他接得住你的问题吗？接不住，他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啊，他不是那个懂你的人。所以我们真是要分开自己感情的寄托到在哪里，先做一个完整独立的人，两位，然后再去谈所谓的感情，好不好？赶紧分吧，做个朋友可能还可以。好吧，那我们两组情侣啊，究竟这感情该何去何从呢？你们也稍作思考啊，我们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第一组小情侣的选择啊，他们是选择继续走下去吗？请开门。出来了，有什么说的吗？被几位导师们，这个算是骂醒了，确实准备就辞职跟他一起回到内蒙去了。回内蒙啊，不回青岛？决心嘛，就是直接回到他家那边。哎，这个有决心固然是好的，但是还要从现实出发，再好好考虑一下。毕竟这个工作呀、事业，它不是说一赌气咱就不干了哈，好好商量。我觉得至少有个态度，是吧，涵涵？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其实也知道，就是我自己的缺点。无论我俩再怎么吵架，我每次和好都是我自己，就是在就是在劝我自己，都没人劝，就我自己在安慰我自己。我现在就是给他一次机会嘛，然后他也说不回青岛了，不想让我就是因为也说了就是害怕，就是如果就是我跟他父母合不来，他不想让我受这样的事情，他说跟我回内蒙试一试。好吧，你看你男朋友还是仰望你的。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请拥抱吧，两位。哎呦哎呦哎呀！踮起脚尖来，多抱一会儿。这哎呦我的妈呀，这男孩是挺会那个的，我都看不下去。好了好了，请开灯吧。还是有很多甜蜜瞬间的。好，希望你们能一直甜蜜下去，好吧？好，路还长，慢慢走，再见。好，拜拜，老师，谢谢导师，拜拜，拜拜。收看《爱情保卫战》的粉丝朋友们，福利来了！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电视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为各位准备了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意和祝福。赶快行动起来，赢取属于您的浪漫惊喜吧！好，那我们这对30多岁的情侣哈，他们会作何选择呢？来，请开门。他们在思考。没有。哎，我觉得这个走了也是好事儿。其实可能两个人还没有找到和对方生活在一起的必要性，主要是也没有整合好自己的感受。对，希望我们都先爱自己，再爱别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婚前我们全款给儿子买的婚房，婚后可以让儿子和儿媳把钱还给我们吗？一般情况下，不能要求儿子和儿媳返还购房款。因为在结婚前，父母为子女购买婚房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对自己子女的赠与，除非事先约定该购房款就是借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赠与财产一经转移就产生了法律效力，
不能随意撤销，除非出现以下3种情形：一、受赠人严重侵犯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好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我们老师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